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男子救了狐狸。成亲时，狐狸托梦叫他千万不要娶错人。在清朝末年，江南水乡有个名叫柳河的小镇，镇上有个名叫李卫的男子，是个猎户。这李卫生的五大三粗，皮肤黝黑，脸上总带着几分憨厚的笑意。他自幼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家中虽不富裕，但日子还算过得去。李卫平日里除了打猎，还喜欢到镇上的茶馆听书，对那些狐仙鬼怪的故事尤为痴迷。每当听到精彩处，他总是瞪大眼睛，生怕错过一个字。镇上的老人们都说，这李卫啊，说不定哪天就被哪个狐仙给迷了心窍。一日，李卫独自上山打猎，天刚蒙蒙亮，山林间还弥漫着薄薄的雾气。他沿着熟悉的小道走着，突然一阵急促的滋滋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李卫循声而去，只见一只火红的狐狸正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后腿，鲜血直流，疼得直叫唤。李卫心中一软，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掰开了夹子，将狐狸抱在怀里。那狐狸似乎知道李卫是在救他，不再挣扎，只是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感激地看着他。李卫从怀里掏出随身携带的金疮药，给狐狸敷上，又撕下自己的衣角给他包扎好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松了口气，轻声说道：“小家伙，快回家吧，以后小心点。”那狐狸似乎听懂了李卫的话，用舌头舔了舔他的手，然后一瘸一拐地钻进了树林。李卫望着狐狸远去的身影，笑了笑，转身继续打猎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卫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他总能听到窗外传来滋滋的叫声，那声音似乎带着几分熟悉。起初，李卫并未在意，可后来叫声越来越频繁，他忍不住打开窗户查看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一天晚上，李卫做了个奇怪的梦。梦中，他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地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只火红的狐狸站在不远处，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着他。李卫惊讶地问道：“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那狐狸突然开口说话了，声音清脆悦耳：“恩公，是我。那日你救了我，我特地来感谢你。不过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成亲时千万不要娶错人。”李卫一听，愣住了，心想这狐狸怎么说起人话来了？还说什么成亲不要娶错人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他正要开口询问，那狐狸却化作一道红光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李卫从梦中惊醒，满头大汗，心中疑惑不解。他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的月光，思绪万千。难道这狐狸真的在提醒我什么？可成亲的事离我还远着呢，我一个大老爷们，连姑娘的手都没拉过，怎么会娶错人呢？李卫虽然心中疑惑，但也没太当回事，毕竟只是个梦而已。然而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每当夜深人静，那滋滋的叫声总会准时响起，伴随着狐狸的托梦。每次梦里，那狐狸都会重复那句话：成亲时千万不要娶错人。李卫被折腾得苦不堪言，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对着窗外大声喊道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成亲还早着呢，你就算要提醒我，也得等我找到媳妇再说吧。”话音刚落，那叫声突然停了，四周恢复了平静。李卫以为这下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，谁知第二天晚上，那叫声又准时响起，而且比以前更急促、更响亮。李卫被吵得实在受不了，决定上山去找那只狐狸，当面问个清楚。他带着干粮和水，沿着上次救狐狸的小路一路寻找，可找了大半天，连个狐狸的影子都没见到。
正当李卫准备放弃时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叫声从不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。他忙拨开灌木，只见一只火红的狐狸正蜷缩在那里，浑身瑟瑟发抖，眼中满是惊恐。李卫一看，正是那日他救下的那只狐狸。他忙上前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受伤了？”那狐狸似乎认出了李卫，用头轻轻地蹭了蹭他的手，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肚子。李卫这才发现，狐狸的肚子鼓鼓的，像是怀孕了。李卫心中一软，忙从怀里掏出干粮和水，喂给狐狸吃。那狐狸吃了点东西，精神似乎好了一些，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着李卫，似乎有话要说。李卫蹲下身子，轻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是关于成亲的事吗？”那狐狸点了点头，然后在地上画了一个圈，圈里画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模样，女人旁边还写了一个错字。李卫一看，心中恍然大悟，原来这狐狸是在提醒我，成亲时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娶错了人。李卫感激地看着狐狸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你放心，我成亲时一定会小心的。”那狐狸似乎听懂了李卫的话，用舌头舔了舔他的手，然后一瘸一拐地钻进了树林。李卫望着狐狸远去的身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转眼间，几年过去了，李卫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。镇上的媒婆给他介绍了几个姑娘，可李卫总觉得不太合适，不是他挑剔，而是他心里始终记得那只狐狸的托梦。一日，李卫到镇上赶集，路过一个算命摊前，那算命先生突然叫住了他：“这位小哥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近日恐有桃花劫呀。”李卫一听，心中一惊，忙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先生，此话怎讲？”那算命先生掐指一算，说道：“你命中注定有一段奇缘，但这段奇缘却暗藏凶险。你若娶错了人，必将祸及全家。”李卫一听，心中更加确信了那狐狸的话。他忙问道：“先生，那我该如何是好？”那算命先生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身上必有异于常人的特征，你只需仔细观察，定能找到。”李卫谢过算命先生，心中暗自思量。回到家中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仔细回想这些年见过的姑娘，试图从中找出那个异于常人的人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。李卫忙打开门，只见一个姑娘正和自己的母亲争吵着。那姑娘长得眉清目秀，皮肤白皙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十分动人。李卫一看，心中不禁一动，他忙上前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那姑娘一看李卫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说道：“我本是镇上张员外的丫鬟，名叫小翠。今日张员外要把我卖给一个恶霸做妾，我不愿，便逃了出来。可没想到，我娘却追了上来，非要逼我回去。”李卫一听，心中顿时明白了8、9分。他忙对那姑娘的母亲说道：“大娘，小翠姑娘既然不愿，你又何必强求呢？不如这样，我出一笔钱，把小翠姑娘买下来，如何？”那姑娘的母亲一听，眼中顿时露出了贪婪的神色，忙点头答应。李卫从怀里掏出一些银两，交给了那姑娘的母亲，然后带着小翠回到了家中。小翠姑娘十分感激李卫的救命之恩，自愿留在李卫家中做丫鬟，以报答他的恩情。李卫见小翠姑娘勤劳善良，心中不禁对她产生了几分好感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卫却发现小翠姑娘身上似乎有些不对劲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她总会偷偷溜出房间，不知去向。李卫心中疑惑不解，决定暗中调查。一日晚上，
李卫悄悄跟在小翠身后，只见他来到镇外的一座荒坟前，对着坟头低声哭泣。李卫心中一惊，忙躲在一旁偷看。只见小翠哭了一会儿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，放在坟头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那坟头突然裂开了一道缝，一个披头散发、面色惨白的女鬼从坟里爬了出来。那女鬼一看到小翠手中的珠子，眼中顿时露出了贪婪的神色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向小翠扑去。小翠见李卫突然出现，脸色骤变，慌忙将手中的珠子收回怀里，挡在女鬼面前，急声道：“你咋来了？快走！这事儿你掺和不得。”李卫哪会听他的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走到小翠身边，将她拉到自己身后，瞪着那女鬼道：“我李卫别的本事没有，但保护人的本事还是有的。你这女鬼，大晚上的跑出来吓人，还想害人性命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”女鬼被李卫这番话气得浑身发抖，阴森森地笑道：“哼，区区一个凡人也敢跟本鬼作对，今日就让你知道厉害。”说着就要向李卫扑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红光闪过，那火红的狐狸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李卫身边，挡在了他前面。狐狸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似乎在说：“恩公，别怕，有我在。”女鬼一看这狐狸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，声音颤抖道：“你竟然还没死！”狐狸没理会女鬼，转头看向李卫，用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恩公，这女鬼生前作恶多端，死后也不得安宁。那颗珠子是她的命根子，没了它，她就无法继续为祸人间。你快去把珠子抢过来，毁了它。”李卫一听，心中明了，瞅准时机，猛地向前一跃，一把从女鬼手中夺过了珠子。女鬼见状，发疯般的嘶吼起来，向李卫扑去。狐狸见状，尾巴一甩，化作一道红光，与女鬼缠斗在一起。李卫趁机退到一旁，看着手中的珠子，心中暗自思量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觉得手中一热，那珠子竟开始融化，化作一股暖流涌入他的身体。李卫只觉浑身一震，眼前突然浮现出许多画面。他看到了女鬼生前的种种恶行，看到了小翠如何被女鬼胁迫，被迫为她做尽坏事，还看到了自己与小翠相遇相知的点点滴滴。原来小翠本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只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救下了受伤的女鬼。没想到这女鬼非但不感恩，反而恩将仇报，用法术控制了小翠，逼她为自己做尽各种伤天害理之事。李卫恍然大悟，看着还在与女鬼缠斗的狐狸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凝聚全身力气，向女鬼冲去。有了珠子的力量加持，李卫变得力大无穷，几下就将女鬼制服。女鬼见大势已去，眼中闪过一丝绝望，随即化作一股黑烟，消失在空气中。狐狸见状，也收回了攻击，变回原形，瘫倒在地，显然是耗费了不少法力。李卫忙上前扶起狐狸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？”狐狸摇了摇头，用虚弱的声音说：“我没事，恩公。你身上的珠子力量已经消失，但女鬼已除，你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”李卫看着狐狸，心中满是感激。他抱起狐狸，转身看向小翠。小翠此时正呆呆地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一切，眼中满是震惊和悔恨。李卫走到小翠面前，轻声说道：“小翠，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，如今女鬼已除，你也算是解脱了，以后你就好好过日子吧。”小翠闻言，泪水夺眶而出，跪在李卫面前，感激地说：“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”
小翠无以为报，愿为恩公做牛做马。李卫忙扶起小翠，说道：“快别这样，你若是愿意，就留在我家，帮我照顾我母亲吧。她老人家一个人在家，也需要个伴。”小翠点头答应，眼中闪烁着感激的光芒。从那以后，小翠便留在了李卫家中，勤勤恳恳地照顾着李卫的母亲。李卫也继续着他的打猎生活，但每次上山前，他都会先去看看那只狐狸，给他带些吃的喝的。狐狸的伤势渐渐好转，但始终无法完全恢复人形。李卫知道，这是因为他为了救自己，耗费了太多法力。但他相信，只要心中有善念，无论是人还是狐，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卫和小翠也渐渐产生了感情。他们一起照顾着李卫的母亲，一起打理家务，一起上山打猎。虽然生活并不富裕，但充满了欢声笑语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一日，镇上来了一群官兵，说是要捉拿妖狐。他们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李卫家。官兵们将李卫家团团围住，声称要捉拿那只害人的妖狐。李卫闻言，挺身而出，与官兵据理力争。他说那狐狸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从未害过人。但官兵们哪会听他这些，执意要搜查。就在这时，狐狸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站在了李卫身边。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似乎在告诉李卫，他不怕。官兵们一见狐狸，立刻亮出兵刃，就要动手。李卫见状，忙挡在狐狸面前，大声喊道：“我看谁敢！”就在这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。紧接着，一群黑影从天而降，将官兵们团团围住。原来是那些曾被女鬼伤害过的人们，得知女鬼已除，特意赶来感谢李卫，并帮忙对付这些无理取闹的官兵。官兵们一见这阵势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慌忙逃走。李卫看着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们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他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从那以后，李卫和狐狸、小翠以及镇上的人们和睦相处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。而那只狐狸也成了镇上的守护神，保护着这里的人们免受妖魔鬼怪的侵扰。故事传遍了整个江南水乡，人们都说李卫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，那只狐狸则是个知恩图报的仙狐。他们的故事被人们口耳相传，成为了当地的一段佳话。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李卫总会想起那只狐狸的托梦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他知道是那只狐狸改变了他的命运，让他找到了真正的幸福，而他也会一直守护着这份幸福，直到永远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道士路过农户，给男主送上一份嘱托，男主谨记于心。村里有一户人家，姓李，男主人名叫李大山，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汉。李大山这人身强体壮，膀大腰圆，一张黑红的脸庞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。他平日里种地耕田，不偷不抢，日子虽不富裕，却也过得有滋有味。李大山的媳妇叫王翠花，那可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女人，贤惠善良，持家有道。两口子结婚多年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小宝，长得虎头虎脑，聪明伶俐，特别招人喜欢。这一年秋天，庄稼刚收完，李大山正坐在院子里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琢磨着来年该种点啥。就在这时，村里传来了一阵嘈杂声，原来是村东头老王家的猪圈塌了，大家伙儿正忙着帮忙修呢。李大山一听，立刻放下旱烟袋，起身往村东头跑去。他这人热心肠，村里谁家有难，他都得去帮一把。到了老王家，只见一群村民正忙着搬砖搬瓦。李大山二话不说，
挽起袖子就干了起来。忙活了半天，猪圈终于修好了，大家伙都累得满头大汗。老王感激地拉住李大山的手，说啥也得让他留下来吃顿饭。李大山推辞不过，只好答应了。席间，老王拿出一坛自家酿的老酒，跟李大山喝了起来。两人边喝边聊，从庄稼收成聊到家长里短，又从家长里短聊到了外面的世道。老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大山啊，如今这世道不太平，我听说南方有不少妖魔鬼怪出没，你出门在外可得小心啊。”李大山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老王啊，咱这杏花村偏僻得很，妖魔鬼怪哪会跑到这儿来？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”老王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我听说有些妖魔鬼怪还会变成人的模样，专门骗咱们这些老实人。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。他想起前几天自己在村口遇到的那个衣衫褴褛的老道士，那道士满脸皱纹，胡子花白，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。他拦住李大山，说道：“这位施主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近日必有灾祸呀。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不由得乐了，心想这老道士八成是个骗子，想骗点钱花。于是他说道：“老道士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我这人胆小，经不起吓。”老道士却不依不饶，说道：“施主，贫道可不是危言耸听，你近日确实要小心为妙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道符咒，你随身携带，可保你平安无事。”说着，老道士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纸，在上面画了一道符咒，然后递给李大山。李大山接过符咒，看了一眼，只见上面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，他根本看不懂。他心想这符咒八成是假的，但也不好驳了老道士的面子，于是说道：“老道士，多谢你的好意，这符咒我收下了。”说完，他便掏出几个铜板递给老道士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回到家后，他便把那张符咒随手扔在了抽屉里，再也没有管它。如今听老王这么一说，他突然想起那老道士的话来，心里不由得有些犯嘀咕：难道那老道士说的话是真的？自己真的会有灾祸？他想到这里，不由得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老王见状，哈哈笑道：“大山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喝这么急，小心醉了呀。”李大山摆摆手，说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还能喝。”说完，他又端起酒杯，跟老王喝了起来。两人一直喝到天黑，这才散了席。李大山醉醺醺地回到家，往床上一躺，便呼呼大睡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大山醒来后，觉得头有些晕乎乎的，他揉了揉太阳穴，突然想起昨晚老王跟他说的话来。他心想自己还是得小心点为好，于是便打开抽屉，拿出那张老道士给的符咒来。他仔细端详着那张符咒，只见上面的符号依然奇奇怪怪，他依然看不懂。他心想这符咒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能不能保自己平安？他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哎，管它是真是假，先带着吧，万一真有用呢。”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符咒叠好，放进怀里，然后背起锄头，出门种地去了。这一天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李大山在地里干了一会儿活，便觉得有些累了。他放下锄头，坐在田埂上歇息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那声音似乎是从地里传来的，呜呜咽咽，像是在哭泣。李大山一听这声音，不由得心里一紧。他心想这地里怎么会有哭声？难道是闹鬼了？他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往四周看了看，只见田野空旷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他心想自己可能是听错了，于是便继续歇息。可就在这时，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，
而且越来越近，似乎就在他的脚边。李大山一听这声音，不由得吓得跳了起来。他低头一看，只见脚边的泥土突然翻动起来，接着一个白森森的人头从土里冒了出来。李大山一看这人头，吓得差点没晕过去。只见那人头满脸泥土，头发凌乱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他心想，这莫非是个死人？怎么会从土里冒出来？他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撒腿就跑。可他刚跑了几步，就觉得身后一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衣服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具尸体已经从土里爬了出来，正伸手抓他呢。李大山一看这情形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拼命挣扎着，可那尸体却抓得越来越紧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怀里的符咒来。他心想，这符咒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能不能救自己一命？他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把心一横，掏出符咒来，往那尸体身上一贴。只见那符咒刚一贴上，就冒起了一阵火光，接着那尸体便发出一声惨叫，松开了手。李大山趁机挣脱开来，撒腿就跑。他跑了一会儿，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尸体已经倒在了地上，身上冒着黑烟，似乎已经被烧死了。他这才松了口气，心想这符咒还真是管用啊。他拍了拍胸脯，定了定神，然后背起锄头回家去了。回到家后，他把这件事跟王翠花和小宝一说，两人都吓得目瞪口呆。王翠花说道：“大山啊，这符咒这么管用，你可得好好收着呀。”李大山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会的。”说完，他便小心翼翼地把符咒放进一个木盒里，然后锁了起来。从此以后，他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带着那个木盒，生怕再遇到什么妖魔鬼怪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大山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可就在这时，村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原来村里有个叫二狗的小伙子，去山里打猎时失踪了。大家伙儿找了好几天，都没找到他的踪影。这事儿一出，杏花村里头可炸了锅了。大伙儿都知道二狗那小子平时皮实得很，身体壮得像头牛，咋能说没就没了呢？村里头的老人们纷纷摇头，说啥这是山神爷不高兴了，要拿人开刀呢。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头也是直犯嘀咕。他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档子事儿，心想这年头啥怪事都有，说不定二狗真被啥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。他心里头惦记着二狗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琢磨着明天去山里头找找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大山就起了床，跟王翠花说了一声，背上干粮和水壶，拿上那把磨得雪亮的镰刀，就往山里头去了。这山路他熟得很，小时候经常跟小伙伴们满山遍野地跑，哪有兔子窝，哪有野果子，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。可今个他走在山路上，总觉得心里头毛毛的，好像有啥东西在暗处盯着他似的。他加快了脚步，嘴里头哼着小曲儿壮胆，可那股子不安劲儿咋也挥之不去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了一阵呜呜的声音，那声音听起来像是野兽在叫，又像是人在哭。他停下了脚步，竖起耳朵仔细听，那声音却又没了。他心里头犯嘀咕，心想这大白天的，山里头咋会有这声音？他壮着胆子继续往前走，走了没多远，就看到前面树林子里头有个人影晃悠。他心里头一紧，心想这不会是啥脏东西吧？他悄悄摸了过去，拨开树叶一看，不由得愣住了。只见二狗正蹲在地上，浑身瑟瑟发抖，嘴里头不停地念叨着啥。李大山一看二狗这模样，心里头不由得一酸，忙喊道：“二狗，你这是咋了？”二狗一听有人喊他，猛地抬起头，一看是李大山，眼睛里头闪过一丝惊喜，
随即又变成了恐惧。他拉着李大山的袖子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大山哥，你可来了，这山里头有鬼啊！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不由得皱了皱眉。他想，二狗这小子平时胆大包天，咋今个被吓得跟个兔子似的？他拍了拍二狗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二狗，别怕，有我在呢，到底咋回事？”二狗咽了口唾沫，这才把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原来他头几天来山里头打猎，走着走着就迷了路，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山洞。那山洞里头黑漆漆的，啥也看不见，他就摸黑往里走，结果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很多人在说话，又像是在唱歌。他心里头害怕，就想往外走，可这时候突然有个人影从暗处窜了出来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。他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挣扎，结果那人影一下子就消失了，只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抓痕。二狗说着就挽起了袖子，只见他胳膊上果然有一道血淋淋的抓痕。李大山一看这抓痕，不由得皱了皱眉。他想，这抓痕看起来不像是人抓的，倒像是啥野兽的爪子。他心里头不由得暗暗思量，这山洞里头到底有啥东西？他拍了拍二狗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二狗，别怕，咱今个就去瞧瞧那山洞里头到底有啥。”二狗一听这话，吓得直往后缩，说道：“大山哥，我不敢呐，那山洞里头太邪乎了。”李大山一把拉住二狗，说道：“二狗，咱都是杏花村的人，遇到事儿不能怂。你放心，有我在呢，咱一起去瞧瞧。”二狗见李大山说的坚决，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。两人收拾了一下心情，拿起镰刀就往山洞那头去了。这山洞看起来不起眼，可里头却曲折幽深，越走越暗。李大山从怀里掏出火折子，吹了一口气，点着了，照亮了前方的路。两人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，生怕惊动了啥东西。走了没多远，就听到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像是很多小鸟在叫。李大山心里头不由得一紧，心想这山洞里头咋会有小鸟？他加快了脚步，往里头走去。只见前方豁然开朗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厅。那洞厅里头堆满了白骨，密密麻麻，看得人心里头发毛。洞厅中央有一个石台，石台上放着一个黑漆漆的坛子，那坛子口上封着一张黄符。李大山一看这坛子，不由得愣住了。他想，这坛子看起来咋这么眼熟？他猛地想起自己怀里的那张符咒来，忙掏出来一看，果然跟那坛子口上的黄符一模一样。他心里头不由得暗暗吃惊，心想这坛子里头到底装了啥东西？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咯咯咯的笑声，那声音听起来阴森森的，让人直起鸡皮疙瘩。他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老太婆从暗处走了出来。那老太婆满脸皱纹，一双眼睛绿油油的，像是狼的眼睛。她看着李大山，嘴角勾起了一丝诡异的笑容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道士避雨。男子说：“雨停了，快离开。”他说：“你妻子早死了。”在那古时候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在南边的一座深山里，有一座古老的道观，名叫青云观。观里住着一位名叫玄真的道士，此人道法高深，性情淡薄，常年在山中修行，不问世事。那一日，玄真道士正于观中打坐练气，忽然间天色大变，乌云密布，雷声轰鸣，一场大雨倾盆而下。玄真心想，这雨来得蹊跷，不如出去走走，看看能否遇到什么机缘。于是他披上一件蓑衣，手持一根桃木杖，便步入了茫茫雨幕之中。雨越下越大，山路泥泞不堪，玄真道士走得甚是艰难。就在这时，他远远望见前方有一座简陋的木屋，孤零零地立在山坳里，透出微弱的灯光。
玄真心想，不如前去避避雨，顺便向屋主讨碗热茶喝。走近一看，只见木屋的门半掩着，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。玄真轻轻敲了敲门，说道：“请问有人在家吗？贫道前来避雨。”不多时，门内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：“来了来了。”随即，一个身材魁梧、面容憨厚的男子打开了门，见了玄真道士，连忙拱手道：“原来是位道长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”玄真道士进了屋，只见屋内陈设简陋，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男子将玄真引到一张破旧的木桌旁坐下，又忙不迭地去烧水泡茶。玄真道士环顾四周，只见墙上挂着一幅画像，画中女子端庄秀丽，眉眼间透着一股温婉之气。不多时，男子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茶，放在玄真道士面前，说道：“道长，请喝茶。这雨下的可真大，您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这里多待会儿吧。”玄真道士端起茶碗，轻轻吹了口气，品了一口，只觉茶香四溢，入口甘甜，不禁赞道：“好茶，好茶。”男子憨厚一笑，说道：“道长谬赞了，这是我自己种的茶，没什么特别的。”两人边喝边聊，玄真道士问起男子的来历。男子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瞒道长说，我本是山下村子的一个猎户，名叫李大山。前几年妻子因病去世，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。为了排解寂寞，我便在这山上搭了这座木屋，平日里打猎为生。”玄真道士闻言，心中暗自思量，这男子虽然憨厚，但眉宇间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忧郁之气，想必是思念亡妻所致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，一个身披蓑衣、头戴斗笠的人闯了进来。此人身材瘦削，面色蜡黄，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，显得格外阴沉。男子见了来人，脸色一变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“刘二爷，您怎么来了？”那刘二爷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山啊，我听说你这里来了个道士，特地来看看，怎么不欢迎吗？”李大山连忙陪笑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刘二爷能来，是我李某人的荣幸。道长，这位是我们村里的刘二爷，您快见过。”玄真道士放下茶碗，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“贫道玄真，见过刘施主。”刘二爷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算是回礼。他环顾四周，目光最后落在墙上的画像上，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山啊，你这墙上的画像，可就是你那死去的妻子吧？”李大山闻言，脸色变得煞白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是的。”刘二爷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大山啊，你可知道人死不能复生？你天天对着这幅画像发呆，又有何用呢？不如早点把它忘了，重新找个婆娘过日子吧。”李大山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，但随即又强压下去，说道：“刘二爷说的是，只是在下心中一时还放不下。”刘二爷不再言语，只是嘿嘿冷笑。玄真道士见状，心中暗自思量，这刘二爷言语之间透着一股阴邪之气，恐怕不是善茬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惊雷，紧接着雨势更猛了。玄真道士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二位施主，贫道观这天色，恐怕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。不如这样，贫道为二位算上一卦，看看运势如何。”李大山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连忙说道：“好啊好啊，道长您能算命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”刘二爷却是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算命，那都是骗人的把戏，我可不信。”玄真道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信与不信，全在施主一念之间。贫道只是尽人事，听天命罢了。”说罢，玄真道士从怀中取出一枚铜钱，
放在桌上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不多时，只见那铜钱在桌上滴溜溜地旋转起来，越来越快，最后啪的一声掉在桌上。玄真道士看了看铜钱，又看了看李大山，说道：“李施主，从你的面相和卦象来看，你命中注定有一场大劫，但好在有贵人相助，能够化险为夷。”不过，李大山闻言，心中一紧，连忙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玄真道士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过，你命中克妻，早年丧偶，恐怕此生再难遇到知心之人。”李大山闻言，脸色变得煞白，身子一晃，差点晕倒在地。玄真道士连忙伸手扶住他，说道：“李施主，请节哀顺变。命中注定之事难以更改，但贫道可以教你一些化解之法，或许能减轻你的罪孽。”就在这时，外面的雨突然停了。刘二爷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好了好了，雨停了。大山啊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就不多留了。道长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刘二爷转身欲走，玄真道士却突然叫住了他，说道：“刘施主，请留步。”刘二爷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道长还有何事？”玄真道士盯着他的眼睛，缓缓说道：“刘施主，贫道惯你印堂发黑，恐怕近日将有血光之灾，若不及时化解，恐怕性命难保。”刘二爷闻言，脸色大变，怒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刘二爷一生行善积德，怎会有血光之灾？”玄真道士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善恶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刘施主若是不信，贫道也无话可说，只是希望施主好自为之，切莫酿成大错。”刘二爷冷哼一声，甩袖而去。玄真道士望着他的背影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此人心中恶念已生，恐怕难以回头了。”李大山闻言，心中忐忑不安，问道：“道长，那我该怎么办？”玄真道士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李施主，贫道送你8个字：心存善念，远离恶人。只要你牢记这8个字，或许能保你平安无事。”李大山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多谢道长指点迷津，在下一定牢记在心。”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李大山心中一惊，连忙起身去开门。只见门外站着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，脸色苍白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大叔，救救我！有鬼！”李大山闻言，心中一凛，连忙将年轻人拉进屋里。玄真道士见状，心中暗自思量：这雨夜深山，怎会有鬼出现？莫非……且说那年轻人进了屋，浑身瑟瑟发抖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玄真道士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年轻人，别怕，有贫道在此，任何妖魔鬼怪都不敢靠近。”年轻人定了定神，这才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原来这年轻人名叫赵小六，是山下村子的一个樵夫。今日傍晚时分，他上山砍柴，不料遇到大雨，便在山林中迷了路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凄厉的哭声，循声找去，只见一座孤坟前站着一个白衣女子，披头散发，面目狰狞。赵小六吓得魂飞魄散，拔腿就跑，一口气跑到李大山的木屋前。玄真道士闻言，眉头紧锁，心中暗道：这白衣女子莫非是……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阴森的笑声，紧接着只见那刘二爷浑身是血，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。他一见玄真道士，便扑倒在地，哭喊道：“道长救命！那白衣女鬼要杀我！”玄真道士见状，心中已然明白了几分。他扶起刘二爷，问道：“刘施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且慢慢说来。”刘二爷定了定神，
这才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。原来这刘二爷平日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。前几日，他见李大山的妻子长得貌美如花，便心生邪念，想要将她据为己有。于是他暗中勾结了一个江洋大盗，趁夜潜入李大山的家中，将他的妻子杀害。为了掩盖罪行，他们将尸体埋在了那座孤坟里。不料那女子死后怨气不散，化作白衣女鬼前来索命。玄真道士闻言怒道：“刘二爷，你可知罪？你作恶多端，天理难容。今日若不将你绳之以法，天理何在？”刘二爷闻言吓得浑身瘫软，连连求饶。玄真道士却不理他，转身对李大山说道：“李施主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你妻子的冤魂得以安抚，贫道自当尽力。但在此之前，还需先将那白衣女鬼超度，以免她继续为祸人间。”说罢，玄真道士从怀中取出一张黄符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不多时，只见那黄符无风自燃，化作一道金光，直冲云霄。紧接着，外面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，渐渐远去，直至消失不见。李大山见状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既为妻子的冤魂得以超度而感到欣慰，又为刘二爷的恶行而感到愤怒。他盯着刘二爷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但随即又强压下去，说道：“道长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我妻子的冤魂也已超度。这刘二爷，您看该如何处置？”玄真道士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刘施主作恶多端，自有天理报应。但贫道身为出家人，不便沾染血腥。不如这样，贫道将他封印在此，待明日天明，你再将他扭送至官府，交由朝廷发落。”李大山闻言点头称善。于是玄真道士取出一张封印符，念动咒语，将刘二爷封印在木屋的一角。刘二爷动弹不得，只能瞪大眼睛，惊恐地望着众人。事毕，玄真道士对李大山说道：“李施主，今夜之事还望你保密。贫道虽已超度了你妻子的冤魂，但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恐怕会惊扰乡邻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”李大山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道长放心，在下一定守口如瓶。”玄真道士又转头对赵小六说道：“赵施主，今夜你暂且在此留宿一晚，明日天明，你再下山回家。”赵小六感激涕零，连连道谢。于是众人各自安歇。这一夜，李大山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他望着墙上的画像，心中思绪万千。回想起与妻子共度的美好时光，再想想如今的凄凉境遇，他不禁悲从中来，泪湿衣襟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李大山心中一惊，连忙起身查看。只见玄真道士正站在屋外，仰望星空，若有所思。李大山走上前去，问道：“道长，您还没睡呢？”玄真道士回过神来，说道：“贫道在想，这世间万物皆有因果。刘二爷作恶多端，自有天理报应。但你妻子的冤魂得以超度，也是因为她生前积德行善，死后才有此福报。”李大山闻言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玄真道士又说道：“李施主，贫道惯你心地善良，但命中克妻，此乃天数。不过，你若能多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或许能改变命运，再遇良缘。”李大山闻言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说道：“道长，您说的这些我都懂，只是我妻子已经不在了，我在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”玄真道士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李施主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但只要你心中有善念，行善积德，总会有善报的。你妻子的在天之灵，
也会为你感到欣慰的。”李大山闻言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他说道：“道长，谢谢您的开导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多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为我妻子积福。”玄真道士欣慰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时间不早了，李施主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明日天明，你还要将刘二爷扭送至官府呢。”李大山点头称是，转身回了屋。这一夜，他睡得格外香甜，仿佛妻子的灵魂就在身边守护着他。次日天明，李大山早早起床，将刘二爷从封印中解救出来。刘二爷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，早已没有了昨日的嚣张气焰。李大山将刘二爷绑在马上，骑上另一匹马，直奔山下的县城而去。到了县城，他将刘二爷扭送至官府，将昨夜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知县大人。知县大人闻言大惊失色，他立即命人将刘二爷收监，并派衙役前往山中查看。不多时，衙役们回来禀报说，那座孤坟已被挖开，里面果然有一具女尸，面容与李大山所描述的妻子一模一样。知县大人闻言怒不可遏，他立即下令开堂审案，将刘二爷的罪行一一审出。刘二爷在铁证如山面前无从抵赖，只得认罪伏法。最终，他被判处秋后问斩，大快人心。而李大山呢，他因为举报有功，被知县大人赏赐了100两银子。他拿着这笔钱，在山下村子盖了一座新房子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但他并没有忘记玄真道士的叮嘱，多行善事，广积阴德。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他都会望着天上的星星，心中默念妻子的名字，仿佛他就在身边陪伴着他。至于玄真道士呢，他在超度了李大山妻子的冤魂之后，便继续云游四海，行侠仗义。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他的传说。人们都说他是一位活神仙，能够降妖除魔，为民除害。而这座深山中的木屋呢，也因为这场奇遇而名声大噪。每当有人路过此地，都会停下脚步，瞻仰一番。他们都说，这里是李大山遇到活神仙的地方，也是白衣女鬼得以超度的地方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